中美元首会谈中的红线已共识，拜登真的听明白了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本次 G20 峰会，中美元首的面对面会晤被认为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这也是自拜登上任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举行的这一级别的线下会谈。整个会谈历时超过3个小时，可以说就是一场鏖战。在美国把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的情况下，中美都表示要在这次会晤中为两国关系画设红线，同时也会达成一系列共识。根据美国方面的公告，中美愿意就应对气候变化等跨国挑战保持沟通，也针对台海、朝鲜、俄乌战争等课题阐明立场。在中美达成共识之中，美方罕见强调了中美共同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核武器。这种宣传策略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在中美画设护栏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看点仍然是中国给美国画设的红线。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希望看到并开始致力于保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但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而拜登呢，也着重提到了台湾问题，他强调反对中国大陆改变台海现状，希望两岸能和平解决争端。拜登重申了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破坏台海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危害全球繁荣。可以看出来，中国给美国人画设的是红线，而美国呢，则在表达一种焦虑和不安，并且用地区和平和全球繁荣来给中国施加压力，试图阻止中国推动统一进程。会谈结束之后，拜登似乎有所收获，声称自己并不认为中国大陆有迫切的企图要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要注意了，在中美关系的所有问题之中，只有台湾问题，中国方面提到了核心、红线、水火不容等强烈措辞，从而凸显了这才是重中之重。中方呼吁拜登落实一中政策，而非一中原则，这有望让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恢复一定程度的弹性。但是如果拜登政府看不懂中方的警告，那么台海再度发生军事危机将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拜登的谈话，就会发现他并没有老糊涂。虽然他表达的是对台海发生危机的焦虑，但是都没有脱离美国的所谓台湾关系法和对台6项保证。再加上沙利文在会谈之前就宣布将会向台湾地区当局通报此事沟通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台海局势未来的发展趋势。总体来看，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没有互信。拜登嘴上说不认为中国最近就会动武，但是美国一直在炒作中国会在最近几年内武力统一台湾，而中国则希望美国不要挑衅台湾问题这条红线，但是也明白美国不会放弃利用台湾问题打压中国的企图。这次会谈只要能够表达出一定的诚心诚意，美国方面如果要能有管控争议的智慧和决心，那么台海局势仍然有希望保持比较平稳的态势。至于沙利文向台湾地区当局通报这次会谈结果，我们也没必要太生气、太关心，因为他传达的是这次会谈的精神。蔡英文当局就得明白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要怎么做，至少不得再玩火。如果拜登政府仍然不死心，继续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那么中国的红线必然是红线。美国人的焦虑非常有可能变成现实，毕竟中国的统一是不容商量的。
我们也希望拜登的脑子要清醒，还要能管得住美国人，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